小孩子的成长黄金期，做父母的千万不能错过啦！不加一滴水，教大家福建特色滴露鸭做法。首先准备养1年的老番鸭，做滴露鸭我一般都用这包料，有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比例都是搭配好好的，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。洗净倒在碗的中间，上面扣一个小碗，再把鸭肉均匀的铺在小碗的旁边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加1滴水。换2片姜片去腥，撒几粒毛毛盐，放入蒸锅里，上面扣一个盘子，扣盖中火慢炖1个小时。这样老祖宗传下来的滴露鸭就做好啦。滴出来的汤汁滴滴都是精华，汤汁鲜甜营养美味，我从小就是这么吃长大的。这是我们福建人最喜欢喝的汤，咸橄榄鲍鱼汤，不加任何调料，汤都非常的鲜甜。砂锅里放入1块钱的瘦肉，鲍鱼切花刀，把鲍鱼壳和肉一起放入砂锅里。再来4颗咸橄榄，我用的是这种咸橄榄，它只有盐和橄榄。每次上火了喉咙不舒服，用来泡水喝或者炖汤喝都可以。一次性加满清水，盖盖炖1个小时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不加任何调料，汤都很鲜美。没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福建名菜姜母鸭，全程不加1滴水，香到骨头里。你可以不来福建，但一定要试试这道姜母鸭。200克的老姜切薄片，锅里倒入半碗麻油，油热放入姜片煸炒，小火把水分炒干，炒成微焦的状态即可。然后夹出一半备用，再均匀的铺上洗干净的番鸭肉，把夹出的老姜铺在上面，再用这个大厨调配好的姜母鸭专用调味酱。味道非常正宗，再倒入1大碗福建老酒，千万不要加1滴水，扣盖小火焖煮50分钟，中途要翻几次面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！这样做出来的姜母鸭味道堪称一绝，不仅好吃，而且很温补。喜欢的赶紧动手吧！第一次吃沙茶面是在厦门吃的，那简直太美味了，现在不用去厦门也可以3天2头吃了。油热放入葱蒜爆香，再倒入1包沙茶酱。它味道是搭配好的，就不用加其他调料了，一盒里有3袋。小火炒出香味，倒入1大碗开水，搅拌至化开，放入2颗鱼丸、1把面条，倒入自己喜欢吃的海鲜瘦肉片，翻拌均匀，扣盖小火煮4分钟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味道跟厦门的一模一样。真材实料，汤汁浓郁，喜欢吃沙茶面的一定要试试哦。福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鸡汤滴露鸭，不加1滴水，滴出来的滴滴都是精华。趁着暑假滴几滴给孩子补补。俗话说一哥胜9鸡，准备1只老哥，减去翅尖、脚尖、头尾，再准备1块腱子肉食汤更营养。加入少许盐，涂抹均匀，这样能去除鸽子的骚味。给孩子吃我都会准备这包料，有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比例都已经搭配好了。然后放入内胆，再放入瘦肉和鸽子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加1滴水。放入2片姜片去腥，盖上盖子，锅里放入蒸架，再放入炖盅隔水炖，盖上盖子炖1个小时。这样滴出来的一哥汤，每一滴都是精华。成长期的孩子，父母要经常炖一炖。我从小就是这么吃长大的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人喜欢喝的猪小肠汤。经常熬夜加班应酬还喜欢喝点小酒的，这个汤要收藏了。锅里倒入焯好水的猪小肠排骨，再准备洋甘草、西洋参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、枸杞，洗干净放入锅里，再倒入1大碗生浅水，扣盖小火慢炖1个小时。出锅放入枸杞加盐和鸡精调味。俗话说肝漂亮脸蛋就漂亮。夏天熬夜喜欢喝点小酒的，这个汤要收好了，好处多多。没来过福建的一定不能错过这道福建经典牛排汤，自己在家做，味道跟街边牛肉馆的一模一样。40一斤的牛排，冷水下锅，放入葱姜料酒去腥，水开撇去糊末，焯好直接在汤锅里清洗干净。洗干净的牛排放入砂锅里，外加川芎、当归、白芍、熟地。您瞧好了，这就是牛肉店的配方。然后放入1块老姜，倒入半碗味士达，再一次性加满足量的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90分钟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这香味完全抵挡不住。以后想喝牛排汤呀，就自己做，跟街边牛肉馆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不加1滴水，滴出来每一滴都是精华。这就是福建代代相传的滴露鸭一鸡汤做法，特别的有营养，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一定要经常喝。这是做滴露鸭一鸡汤的专用锅，分内外档。
绿党没放进去可以当炖盅用。加入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再放入内胆，准备一块切好的腱子肉和鸽子，再撒一些毛毛盐涂抹均匀，放入炖盅里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加一滴水。放3片姜片去腥，盖上盖子放入锅里，水开上去蒸1个小时。这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哥汤，滴出来的每一滴都非常的营养，汤汁鲜甜，我从小就是这么喝长大的。这个丁香鱼夏天用来配饭配粥，真的皮带都要松2格。这个是开罐即食的福建丁香鱼罐头，这个是礼盒装，1盒里有4罐，用来送亲戚朋友都是很不错的。它的配料表很干净的，就是丁香鱼、植物油、豆豉等。吃饭或者喝粥的时候来一瓶，菜都不用炒了，也可以当下酒菜、拌面条等。它是越嚼越香，越嚼越好吃，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。兼用胃酸、胃痛、胃淋、不流老、白胃糜好呀。这道福建山茶籽油蒸鸡蛋要经常吃一吃。首先碗中打入3个土鸡蛋，用筷子打散，再准备这种永春老品牌羊皮散，红的是大人的，黄的是小孩的，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吃的。取一包倒入 1.5 倍的温水里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把它倒入鸡蛋里，加入1大勺山茶油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盖上耐高温保鲜膜，放锅里蒸15分钟。它还可以加到肉汤、鸡汤、鸭汤里，也可以用牛奶、米汤冲泡，有朱古力的香味，一点都不苦。健脾润胃，暖心又暖胃，胃不好的朋友收藏了。天热心烦失眠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教你福建特色灯芯炒猪心汤做法。猪心清洗干净，放入砂锅里。这个汤包清热去火，很适合夏天喝，特别是容易上火的，非常去心火。倒入清水里把它清洗干净，再放入砂锅里，一次性加满3钱水，扣盖煲30分钟，水开撇一下糊末，汤看起来会更干净。出锅加盐和鸡精调味，汤汁鲜甜，清热去火，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喝。睡眠不好的朋友收藏啦。福建沙茶面很多人都吃过，但是这道沙茶拌面你肯定没有吃过，比沙茶面还香还好吃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料，再准备这种经典沙茶拌面，里面有1包沙茶酱料和1包面条。水开放入面条煮3分钟，煮熟后捞起沥干水，放盘子里备用。再起锅烧水，倒入蛏子、花蛤，煮至开口。煮熟后捞起，铺在面条的上面。再把这包灵魂沙茶酱倒入碗里，再倒入2勺煮海鲜的汤，用筷子搅拌至化开备用。再把青菜和豆芽放入锅里煮一下，煮熟后捞起，再把它铺在面条的上面，再把沙茶酱汁倒进去，撒入迷人的小葱花，鲜香味美，酱香浓郁，太香太好吃了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为什么你的瘦肉羹总是做不好呢？今天分享福建特色的做法，滑嫩 Q 弹，晶莹剔透。2块钱的梅花肉切成薄薄的片，加入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、地瓜粉，少许清水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1块钱的豆腐切小方块，油热放入葱姜，煸炒出香味，倒入1碗自来水，再放入豆腐。这个长得像头发一样的叫海发菜，它是长在海里的，用来煮汤非常的清凉鲜美。再把瘦肉一片一片的挖进去，加盐和鸡精调味，半碗水淀粉勾芡，再撒入迷人的小葱花，把它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做的花菜瘦肉羹滑嫩 Q 弹，晶莹剔透，真的太鲜美了。我女儿13岁就1.66米了，很多人问我给她吃了什么，怎么长得这么快。我每周都会炖这道腱子瘦肉汤给她喝。买来的腱子肉先切一下花刀，方便炖出味道。再放入碗里，每次炖汤我都会用到这包料，清洗干净放入碗里，一次性加满清水，放入蒸锅里隔水炖1个小时。出锅加盐和鸡精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清清甜甜，孩子特别爱喝。1周安排1-2次，下次可以炖排骨、炖鸽子。今天分享滴露鸭一鸡汤，特别好用的专用炖盅，它能放一整只鸡，不加一滴水，滴出来的汤汁滴滴都是精华。首先准备1只自己养的公鸡，切去头、爪子、尾部有骚味也去除了，
这个是做低露鸭一鸡汤的大容量炖盅，3200毫升。这个蒸格是用来滴汤的，不加蒸格做大炖锅够一家子吃。放入西洋参，放入蒸格，再把一整只鸡放在上面，千万不要加一滴水，撒一些毛毛盐，放几片姜片去腥。盖上盖子，放入大锅里，底下放一个蒸架，水开隔水炖1个小时。这样隔水炖出来的一鸡汤真正做到营养不流失，祖祖辈辈尝下来了，滴出来的每一滴汤汁都是精华。这样蒸出来的鸡肉也是非常的鲜美，有吃有补，我会经常做给家人吃。小孩累了，嘴巴臭臭的，睡觉翻来覆去，磨牙还爱发脾气的。灯芯草、海里椰、雪梨干、百合、麦冬、无花果，一次性加满清水，盖煮30分钟。1周2到3次，一觉到天亮，味道清甜，比奶茶还好喝，妈妈们赶紧安排哦。把一整只鸡放入炖盅里，没错，这就是福建代代相传的一鸡汤做法，真正做到营养不流失，滴出来的汤汁都是精华。首先准备一只养上半年的公鸡，切去头部、鸡爪，尾部有点骚味也去除了。这个是做低露鸭一鸡汤的专用锅，大容量3200毫升的。这个蒸架是用来滴汤用的，蒸架没有放进去可以当大炖锅。放入西洋参，放入蒸架，再把一整只鸡放进去，千万不要加一滴水，撒一些毛毛盐涂抹均匀。放入3片姜片去腥，盖上盖子，放入大锅里，底下放一个蒸架，水开隔水炖1个小时。用这样的炖盅做出来的一鸡汤，真正做到营养不流失。蒸出来的鸡肉鲜嫩无比，营养满满。滴出来的汤汁滴滴都是精华，我从小就是这么吃长大的。因为工作关系，经常要熬夜加班，有时应酬还会喝点小酒。我家常备这款福建金线莲茶，它的配料是牛蒡根、甘草、贡菊、决明子、金线莲，这些都是好材料，一盒有18袋，喝法很简单，用开水泡几分钟就可以喝了，可以反复的冲泡，口感清香甘甜，清热去火气，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喝。经常熬夜加班的要收藏了。这是我家隔三差五吃的榨菜蒸猪肉，简单好吃，特别的下饭。准备一块猪梅花肉，切薄薄的片。调味加1勺生抽、蚝油、少许白糖、适量的胡椒粉、1勺淀粉，再放入葱姜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这也是肉质滑嫩的关键。倒入1勺食用油，锁住水分，再腌制10分钟。我家一直用这种贝德湖榨菜，它是去过皮的，口感清脆爽口。平时用来炒鸡蛋、煮汤、喝粥都非常的好吃。然后放入蒸锅里，水开大火蒸8分钟就可以啦。这道菜做法简单，既营养又开胃下饭。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。人到中年力不从心，工作劳累，腰酸背痛，晚上经常上厕所，这道汤要经常煲给自己喝。首先准备新鲜的猪尾巴、生蚝，把猪尾巴切镰刀，不断冷水下锅焯水。放入姜片、料酒去腥，焯好直接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。再准备这包料：牛大力、杜仲、桂圆肉、黑豆、枸杞，把它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。一次性加满自来水，放入老姜，扣盖水开小火煲1个小时。生蚝用刀把它撬开，最后加入枸杞、生蚝，再煮2分钟，加盐和鸡精调味。1周2次，汤鲜味美，营养滋补，腰骨不好的朋友收藏了。最近天气热，空调吹多了，湿气特别的重，浑身都不舒服。今天煲一道最适合夏天喝的汤。准备半只欢鸭，冷水下锅，倒入料酒，放入2片姜片去腥，大火煮开，水开，撇去糊末，焯水1分钟，然后捞起，清洗干净，放入砂锅里。再准备这包料有五子毛桃、芡实、茯苓、红莲子、薏米、赤小豆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，煎皮原味去丝，洗干净放入砂锅里，放入2片姜片，一次性加满长姜水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煲1个小时。出锅加盐和鸡精调味。这道五子毛桃鸭肉汤真的太香了，有一股椰奶的香味。闷热的天气，赶紧做给家人吃吧。一个在街边开了30年的牛肉馆老板告诉我，牛肉汤这样炖，上周连汤汁都不剩。首先准备牛肉和牛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葱姜料酒去腥，水开撇去糊末，然后直接在盐汤中清洗干净。
再把它移入大锅里，外加当归、白芍、川芎、熟地，再来一块老姜。您瞧好了，这也就是牛肉店的配方。再倒入半碗味噌达，倒入一大锅的开水，这也是牛肉不发柴的关键。扣盖水开小火煲90分钟，出锅加姜丝、枸杞、香菜，这样炖出来的牛肉汤堪称经典，跟街边牛肉馆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。天气热，孩子出汗多，我每周都会做2次这道芹带菜排骨绿豆汤给孩子喝，清凉消暑，好喝又营养。把焯好水的排骨倒入砂锅里，洗干净的绿豆倒入砂锅里，一次性加满足量的清水，换2片姜片，盖小火炖40分钟。再准备这种芹带菜，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10倍，我每次炖汤都会来一小把，香味立刻就上来了，而且它的叶子非常的鲜嫩。把泡好的芹带菜挤干水分放入锅里，水开再煮个3分钟左右，再加几颗枸杞更营养。调味加盐和鸡精，不喜欢鸡精的可以不放。汤鲜味美，营养丰富，特别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喝。五香卷多爱吃吧，但是好多福建年轻人不会做，其实做法很简单，1分钟学会。猪前腿肉剁成肉末，莲藕切碎，一把小葱切成葱花。调味加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生抽、五香粉，打入1个母鸡蛋，外加1碗地瓜粉。用我的左手抓拌成这种黏黏的状态。五香卷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头层豆皮了，它是裁剪好的，薄如蝉翼，非常好剥，不易破。一个个全部卷好，放入蒸锅里，底下铺一块纱布，水开上气蒸10分钟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放凉后切小段，可以直接吃。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把它炸至6面金黄。焦香酥脆，太香太好吃了，学会了赶紧动手试试吧。福建街边牛肉店的老板靠着这道经典牛排汤的秘方，在厦门买了3套房子。今天把秘方分享给大家。31斤的牛排，冷水下锅，放入葱姜、福建老酒去腥，水开撇去糊末，焯好捞起，用温水清洗干净，放入砂锅里。您瞧好了，这就是牛肉店的配方，有川芎、当归、白芍、熟地，再来1块老姜，倒入半碗味噌达，一次性加满足量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90分钟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以后想喝牛排汤就自己在家做，味道跟街边牛肉馆的一模一样。夏天不要总是给孩子买奶茶喝了，用梨子做这样的小甜品， QQ 弹弹，奶香浓郁，清凉又解暑。梨子洗干净后去核，切成小块，方便煮熟。切好的梨子差不多1斤，放入锅里，再放入1块老冰糖，一把枸杞，1斤的梨子配2斤的清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煮40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煮到梨子一夹就烂就可以啦。然后把梨汁过滤出来，渣渣就不要了。再准备50克的白凉粉，趁热倒入梨汁里，用勺子把白凉粉搅拌至融化。搅拌均匀后，倒入宽一点的盘子里，放凉后放冰箱冷藏，它就会凝固了。再用刀把它切成小块，方便食用。切好倒入盘子里，再倒入纯牛奶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啦。这样我的梨子撞奶就做好啦，香甜 Q 弹，冰冰凉凉又降火。如果你想一觉睡到大天亮，就试试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茶吧。酸枣仁、百合、茯苓、桑葚、桂圆、红枣、枸杞，加足量的清水，小火煮40分钟。自己搭配很麻烦，我都是买这种搭配好的酸枣仁茶，独立包装，干净卫生，易保存。爱做梦还容易清醒，每天睡前1杯，早睡早起，太舒服了。我女儿13岁，个头已经超过我了，很多朋友问我吃了什么，我会经常炖这道猪心汤给她喝。首先准备30块钱的猪心和2块排骨，倒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揉搓1分钟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，洗去血水，然后把它切小块一点，放入炖盅里，放入排骨。做猪心汤我都会用到这包料，有麦冬、太子参、黄芪、无花果、蜜枣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。倒入浓乎3钱，盖上盖子，放入大锅里隔水炖1个小时。出锅加盐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清甜清甜的，孩子特别爱喝。一周安排1-2次，下次可以炖瘦肉、炖鸽子。成长期的孩子不用补这补那的，
脾胃养好了自然壮壮的。暑假我每周都会炖这道腱子瘦肉汤给孩子喝，切好的腱子肉放入炖盅里，再准备这包料有芡实、茯苓、淮山、莲子、蜜枣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，洗干净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足量清水，盖上盖子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扣盖压20分钟。出锅后加盐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非常的清甜，孩子很爱喝。一周安排1-2次，下次可以炖鸽子、炖猪心。想吃正宗的沙茶面，不要去厦门了，自己在家做比外面的还好吃。协会我们一起去开店吧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食材，起锅烧油，放入虾头炒至变色，倒入多一点的蒜末炒出香味，然后倒入2勺这种闽南沙茶酱，味道非常的正宗，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用加了，把它稍微的炒一下，有条件的再加入1大碗开水，水开煮2分钟，煮出虾头的味道，然后捞起，放入鱼丸，再倒入自己喜欢吃的海鲜，小火煮2分钟，再放入面条，把面条也煮2分钟，最后放入青菜更营养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太香太好吃了，汤汁浓郁，喜欢吃沙茶面的一定要试试哦。不加一滴水，滴出来的汤汁都是精华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大人小孩都要喝的滴露鸭，特别的营养，成长期的孩子要多喝。首先准备养1年的番鸭，这个是做滴露鸭一鸡汤的专用锅，荤绿味党非常的方便。大人吃放西洋参，小孩吃放太子参，放入绿党，上面再放入鸭肉，千万不要加1滴水，撒一些毛毛盐，放2片姜片去腥，盖上盖子。高压锅里放入商家送的铁架，放入炖盅，用高压锅压20分钟，这样滴出来的汤汁滴滴都是精华，汤汁鲜甜，非常的营养。我从小就是这么喝长大的。炖鸭肉汤千万别直接下锅炖，教你正确的做法。汤鲜味浓无腥味，我们福建人就喜欢用海带头煲汤，煲出的汤非常的鲜美。抓一小把，用清水浸泡1个小时。想要炖出来的鸭肉汤没有腥味，首先冷水下锅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水开撇去糊沫，然后捞起，用温水清洗干净。起锅烧油，放入姜片，倒入焯好水的鸭肉，把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，倒入少许盐，1勺料酒去腥增香。鸭肉经过煸炒炖出来，汤鲜味浓，没有一点腥味。1小把海带头就能泡出好多，看起来很肥厚，胖乎乎的，炖出来也非常的粉糯好吃。再放入1把泡好的黄肉，一次性加满足量开水，扣盖水开，小火煲1个小时，出锅加盐和鸡精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又香又浓郁，非常的鲜美。家里的长辈这也高那也高，这是爸爸妈妈们最喜欢喝的花茶，一袋里有10包。玉米须、苦瓜、葛根、牛蒡、菊花、黄芪，这些都是好材料，很多人回购。加水煮15分钟，灰铜管铜牛蒡，一天喝6杯，清香好喝又好用。福建人的餐桌上少不了海蛎瘦肉汤，这样做粒粒分明，晶莹剔透。首先准备10块钱的海蛎，这个像头花一样的叫海花菜，用来煮汤非常的清凉鲜美。5毛钱的瘦肉切薄片，倒入料酒、生抽、盐、鸡精，用手抓拌均匀，再倒入2勺地瓜粉，倒入少许开水搅拌均匀，这也是瘦肉滑嫩 Q 弹的关键。清洗干净的海蛎倒入1勺地瓜粉，搅拌均匀。油热放入葱姜煸炒出香味，再倒入1碗清水，放入泡好的海花菜，水开把瘦肉一片一片的放进去，再倒入海蛎，调味加盐和鸡精，要等煮至定型后才能翻动它，最后撒入迷人的小葱花就能出锅啦。汤鲜味美，营养丰富，晶莹剔透，粒粒分明，喜欢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天气热没有胃口就要喝一点清凉的汤，我会经常炖这道咸橄榄瘦肉汤。5毛钱的梅花肉切薄片放入炖盅里，再准备河里捡的鲍鱼，处理干净后放入炖盅里。我是用这种咸橄榄，它只有盐和橄榄，没有科技鱼，很活。小时候喉咙不舒服有咳，妈妈都会用它来泡水或者炖汤喝。洗去盐分后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长江水，再放入蒸锅里，水开隔水炖1个小时。不加任何调料，汤就很鲜甜，清清凉凉，开胃又下饭。
白水猪脚的老板靠着这个秘方偷偷的在厦门买了3套房子。今天我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。准备隔壁老王送来的猪脚，再加1只墨鱼。猪脚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。焯好直接在盐汤中清洗干净，一入炖锅里，再把墨鱼剪小块。重点是加这个配方有当归、白芍、川芎、熟地，也可以用它来炖排骨、炖鸭子。再加1块老姜，加1大锅开水，这也是营养不流失的关键。扣盖水开小火煲90分钟，出锅加盐和鸡精调味，太香太好喝了，全村人都能闻到香味。喜欢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流行福建大街小巷的锅边糊，原来在家做如此的简单。油热放入葱末、香菇、虾米，炒出香味。倒入1瓢开水，放入花蛤，使汤更鲜。这款锅边糊片好吃又易保存，无需磨米浆，随吃随煮，非常的方便。水开放入锅边糊片、瘦肉片，调味加生抽、虾油、盐、鸡精。不喜欢虾油的可以不放。最后放入紫菜、青菜、香菜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早餐和宵夜10分钟就能搞定，汤鲜味美，滑滑嫩嫩。喜欢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孩子的成长期，做父母的千万不能错过了。我女儿13岁，已经1.66米了。我经常炖这道鸡蛋瘦肉汤给她喝。腱子肉剁成肉末，加少许盐，1勺地瓜粉，使肉更嫩。再把它团成光滑的球形，放入炖盅里。打入2个正宗的土鸡蛋，加1碗清水，外加太子参、麦冬、黄芪、无花果、蜜枣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，清洗干净放入炖盅里。放入大锅里隔水炖40分钟，出锅加盐调味，清清甜甜，有肉有蛋，特别的营养。1周1、2次，下次可以炖猪心、炖鸽子。一到秋天，我们福建人就特别喜欢喝这道海带头排骨汤，又鲜又补钙，超级适合孩子喝。首先抓1小把海带头，用温水浸泡30分钟，一点点就能泡出好多出来。泡出来的海带头非常的肥厚。炖锅里放入猪骨头，再把海带头清洗干净，洗干净沥干水分，放入锅里，加1把干贝，放入2片姜片，倒1大锅不要钱的自来水，盖上盖子，水开中火煲58分钟。出锅加一些枸杞更营养，加盐和鸡精调味，再撒入迷人的小葱花，清甜好喝海带头粉肉，喜欢喝的自己动手试试吧。孩子的成长期，我每周都会炖福建滴露鸭一鸡汤给他喝。女儿个头蹭蹭的往上冒。首先准备自己养的公鸡和腱子肉，把腱子肉切开花。做一鸡汤少不了这个炖盅，有小号与大号的，家里备一个做滴露鸭非常的方便，也可以用来做炖锅。炖盅里放入太子参、黄芪等，把内胆放进去，再铺上鸡肉和腱子肉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加1滴水，撒一丢丢盐巴，放2片姜片去腥，扣上盖子。高压锅里放入铁架，放入高压锅里压30分钟，不加1滴水，这样滴出来的汤汁每一滴都是精华。家里有小孩的，这个一汤炖盅要备一个。做滴露鸭非常的方便。人到40，力不从心，工作劳苦，腰酸背痛，晚上经常跑厕所，这道汤要多煲给老公喝。牛大力、杜仲、桂圆、黑豆、枸杞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。加满纯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50分钟，再加一个猪腰、枸杞煮5分钟。出锅加黄酒、盐、鸡精调味。一周安排1、2次，可以炖牛排、炖猪尾。腰骨不好的朋友收藏了。想要我们的孩子长得比别人快，这道福建猪心汤要安排起来。我女儿13岁，个头已经超过我了。猪心从中间切开，倒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揉搓一会儿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，再切成小块放入炖盅里。加2块排骨，外加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，倒入浓糊3钱。扣盖放入大锅里隔水炖，水开中火炖1个小时。出锅加盐调味，汤汁清甜，孩子特别爱喝。快开学了，妈妈们这道汤要赶紧安排起来。福建特色茶油蒸蛋，应用味酥、味跳、味猕猴，这个蛋要蒸来吃。首先碗中打入3个正宗的土鸡蛋，用筷子打散，再准备这种永春老品牌羊皮散，红色的是大人吃的，黄色的是小孩吃的。它一点都不苦，有一股朱古力的香味。倒入1.5倍的温水里，味酥、味跳、味丢，这个羊皮散非常的用味。再倒入1大勺茶籽油，搅拌均匀。也可以炖排骨、炖鸭肉，或者直接泡水喝。
把它倒入碗里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蒸锅里，水开中火蒸15分钟。这样具有福建特色的茶油蒸鸡蛋就做好啦。撒一些葱花，倒入一勺生抽，鸡蛋滑滑嫩嫩，又香又好吃，暖心又暖胃，胃不好的朋友收藏了。在我们福建呀，一到秋天就特别爱喝这个花蛤丝瓜汤，好喝健康，特别的有营养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食材，把丝瓜削去皮，再把它切成滚刀块，全部切好放盘子里备用。碗中打入2个顺产的鸡蛋，用筷子打散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鸡蛋液煎，用筷子划散，把鸡蛋液炒熟。倒入1瓢开水，使汤汁更奶白。倒入花蛤、切好的丝瓜，再放入姜丝，用铲子翻拌，大火煮开。调味加盐和鸡精。好吃的关键就是放这个手工头层豆腐皮，它真的薄如蝉翼，还能做五香卷。这种营养价值很高，煮个几秒钟就熟啦。最后放入5颗枸杞，撒入迷人的小葱花，这样汤鲜味美的花蛤丝瓜汤就做好啦。做法简单，营养又好喝。假如你常常加班又熬夜，有时还特喜欢喝点小酒的，这道福建猪心汤要经常煲来喝。25买了一个猪心，从中间切开，倒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揉搓一会儿，再用清水洗去泄水。猪心整个炖会更嫩。家己卤炖伊配好呀，有西洋参、麦冬、无花果、洋甘草、蜜枣，洗净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足量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后盖压20分钟。也可以炖瘦肉、炖鸽子，或者直接煮水喝。饭后身体就健康臃肿。经常爱熬夜加班，喜欢喝小酒的，这个猪心汤要煲来喝，常喝好处多多。孩子吃饭没胃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榨菜煎鸡蛋，口感香香脆脆，真的超级的下饭。首先碗中打入4个鸡蛋，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打5个。调味加少许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。准备1小把葱叶切成葱花，全部切好放入碗里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备用。我家常备这种贝德湖麻油榨菜，一箱里有50包，它是去沟皮的，口感非常的香脆。平时可以用它来炒肉、煮汤、煎鸡蛋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榨菜煸炒，中火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就可以倒入打好的鸡蛋液，把它的一面煎凝固，一面煎至金黄后，把它翻一面煎。可以经常的翻动2面煎，把它煎至2面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我的榨菜煎鸡蛋就做好了，香香脆脆，真的太下饭了。入秋后女人一定要补元气，冬天不怕手脚冰冰。教大家红参猪肚汤的做法。86买了一个猪肚，倒入1勺面粉、白醋、盐，用手抓拌揉搓几分钟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。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焯好捞起，再把白色的膜清洗干净。锅烧热，倒入芝麻香油，再放几片姜片，小火炒出香味。再把焯好水的猪肚放入锅里煎至2面金黄，煎好一入炖盅里，外加红参、当归、黄芪、麦冬、红枣，这些都是按比例搭配的好材料。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足量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放入大锅里隔水炖，水开中小火炖90分钟。1周安排1-2次，下次可以煮鸡蛋、炖乌鸡。冬天手脚冰凉的朋友收藏啦。老鸭汤怎么炖？汤鲜味美无腥味呢？教你金菇老鸭汤的做法，汤汁醇厚，营养好喝。首先准备半只方鸭，用祖传的大刀砍小块，全部切好，冷水下锅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再大火把它煮开。入秋后要多喝金菇汤，这个羊肚金汤包2包只要9块9。6种金菇搭配，营养又好喝。先倒入清水，提前浸泡10分钟。鸭肉焯好水，直接在盐汤中清洗干净。想要炖出来的鸭肉汤不腥，要把它煸炒一下。放入姜片，倒入鸭肉，把水分炒干。倒入1勺黄酒去腥增香。经过这样煸炒，炖出来的鸭肉就没有一点腥味了。菌菇浸泡好，清洗干净，放入砂锅里，再一次性加满我家的自来水。扣盖水开小火煲1个小时，这样我的鸭肉金菇汤就做好啦。汤鲜味美无腥味，营养又好喝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滴露鸭和一鸡汤，不加一滴水滴出的汤汁都是精华，成长期的孩子要多喝。一哥剩9只老母鸡，准备1只鸽子，切去5尖和尾巴。
一块腱子肉切花刀，粥一汤少不了这个锅荤略外档。炖中放入西洋参，扣上略档，再放腱子肉和鸽子，千万不要加一滴水，撒一些毛毛盐，放2片姜片去腥。扣盖放入高压锅里压30分钟。做滴露鸭也是一样，放入鸭肉，再放入高压锅里压30分钟。这样滴出来的一锅汤滴露鸭，每一滴汤汁都是精华，汤汁甘甜，营养滋补。福建人从小就是这么吃长大的。福建特色鲍鱼焖红烧肉，我家孩子3天2头点名就要吃。首先准备福建南鹿岛小鲍鱼干，干鲍鱼比新鲜的鲍鱼更鲜美，吃起来爽口弹牙，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。倒入清水，放冰箱浸泡48个小时。再准备一块上等的五花肉，把它切成小方块。切好了五花肉不用焯水，直接放入锅里煸炒，再把它煎至4面金黄，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才香。放入一块老冰糖、姜、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小火煸炒，炒出这些香料的香味。接下来倒入浸泡好的鲍鱼，调味加1勺福建老酒、老抽、生抽，1小勺盐，然后倒入适量的开水，没过食材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炖50分钟，再大火把它收汁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色香味美，五花肉软软肉肉，鲍鱼爽口弹牙，用来拌饭一次3碗米饭不过瘾。福州特色碗底汁，80后、90后的你们都记得吗？把吃酒席剩下的菜煮成一锅大杂烩，今天还原老味道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材料，你们想吃什么就放什么。起锅烧油，油热放入西红柿、白菜、香菇煸炒出香味，再放入花菜。碗底汁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虎揪汁底，这是老厨按照比例调好的味道，味道非常的正宗。倒入后把它炒香。一包汁底兑1000克的开水，水开后放入自己喜欢吃的各种食材，盖水开中火焖煮5分钟，最后放入青椒、蒜苗，撒一些胡椒粉，这样福州特色大杂烩就做好了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哇，太鲜太好吃了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上周连汤汁都不剩，喜欢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完全不加一滴水，这一小碗都是精华，每个月亲戚走后都要喝的汤。那几天是女性不去不回的黄金期，女人年过35不能完全靠涂抹抹了，内在美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亲戚来2日就回家了，还少得可怜。这个食谱你一定要试试。炖中里放入乌鸡，再放入姜片，放入高压锅里上气蒸30分钟，这样溢出来的鸡肉鲜嫩不柴，吃肉加喝汤1碗纯精华就在这里。亲戚走后喝上几回面露桃花，学会分享给闺蜜们喝起来。福建特色茶油猪肚鸡蛋，更用味酸味甜，别味迷惑呀。这个猪肚鸡蛋要经常炖来吃。首先准备99块钱的猪肚，清洗干净，再准备41个土鸡蛋，半碗茶籽油，把鸡蛋打入碗中，倒入1小勺盐，适量的胡椒粉，用筷子打散，再倒入茶籽油。然后准备永春老品牌羊皮鳝，黄色的是小孩吃的，红色是大人吃的。取2包倒入少许清水里搅拌均匀，它不苦的，有猪骨粒的香味，味酸味甜味甜，这个羊皮鳝非常的原味。猪肚的2个出口用绳子绑紧，然后倒入鸡蛋液，再用针线把它缝得密不透风，放入汤锅里。放2片姜片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猪肚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炖1个小时。这个羊皮鳝还可以蒸鸡蛋、炖排骨，或者直接泡水喝。猪肚脆嫩，鸡蛋又香又滑嫩，家里有胃不好的朋友收藏了。福建特色沙茶面，一日不吃如隔三秋，以后想吃不用去厦门了，自己在家做很正宗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材料，油热放入葱蒜煸炒出香味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经典沙茶酱包，共有3包，味道非常正宗。它是大厨根据比例搭配好的，就不需要加其他调料了。接下来倒入1大碗开水，用铲子搅拌至化开。水开倒入鱼丸和自己喜欢吃的海鲜，煮2分钟，然后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面条，再煮2分钟。放入1颗青菜更营养，煮至断生。最后放入迷人的小葱花。没来过福建的一定要试试这道经典沙茶面，太香太好吃了。想吃卤味不用买，家里有锅就能做，想吃什么卤什么，比买的好吃还划算。首先准备鸡翅、鸡爪、猪腿肉还有海带，把鸡翅、鸡爪、猪腿肉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水开撇去糊沫，焯好捞起清洗干净。
锅里放入海带、鸡爪、鸡翅、猪腿肉，再放入葱姜、干辣椒，倒入1勺生抽、老抽，1块老冰糖，1小勺盐，1勺黄豆酱，倒入1罐啤酒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够食材。再准备这个5香卤料包，一袋里有10小包，外面的卤味店都用它，家里常备一袋，卤什么都好吃。盖上盖子卤30分钟。哇，太香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好吃到连骨头都不剩。一个在福建街边开了30年的牛肉馆老板偷偷的告诉我，牛排汤这样炖好喝到汤汁都不剩。4块1两的牛排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葱姜料酒去腥，用铲子翻拌，在大火煮开。烧好直接在汤锅里清洗干净，一路砂锅里。好喝的关键就是这个牛肉店的配方，有当归、白芍、川芎、熟地、老姜，再倒入半碗味士达，一次性加满足量开水，扣盖水开中小火炖90分钟。哇，真的太香太香了！没来过福建的一定不能错过这道福建经典牛排汤，味道跟街边牛肉馆的一模一样。在我们福建呀，一到秋天就特别喜欢煲这道鲍鱼乌鸡汤来滋养身体，营养好喝，全家人都喜欢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食材，鲍鱼我选择福建南绿岛小鲍鱼干，它比新鲜的鲍鱼更鲜美弹牙，可以红烧也可以做佛跳墙，倒入清水放冰箱浸泡48个小时。乌鸡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。大火煮开，焯好捞起，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，然后倒入鲍鱼、莲子、百合、红枣，再倒入一大锅生潜水，扣盖水开，小火煲1个小时。出锅撒一些枸杞，加盐和鸡精调味，汤鲜味美，营养清补，学会赶紧做给家人吃吧。福建特色呷哺海带苗，这是我家隔三差五就要吃的，鲜嫩可口，开胃又下饭。这款呷哺海带苗它是用盐腌制的，先倒入清水洗去盐分，都清洗2遍，再把它浸泡10分钟。碗中放入蒜末、小米辣、葱花、熟芝麻，再倒入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它们的香味。倒入1勺香醋、生抽、蚝油、辣椒油，1小勺白糖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。海带苗浸泡好，清洗干净，挤干水分。起锅烧开水，放入海带苗，再次水开煮个1分钟左右就熟了。然后捞起沥干水分，可以过一遍凉水更脆爽。再倒入调好的凉拌汁，用筷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啦。也可以用它来涮火锅、煲汤，鲜嫩可口，开胃又下饭。如果孩子3餐挑三拣四不好好吃饭的，这个永春老品牌麦芽糖要多吃一吃，健脾用胃好处多多。它这里面还有30克的永春健脾散，它是纯麦芽和糯米发酵而成的粮食糖，它的好处老一辈人都知道的，平时可以给孩子当零食吃，或者直接泡水喝，健脾用胃，吃啥啥都香。我宁愿醉生梦死的，笑的是谁似水边牵一帆，那菩提相思苦与我愿。君不见，且行不翩翩，君不见，且古色绵绵。福建特产惠尔康鲜草冻，30年的国货老品牌，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美食。一箱里有16盒，每次口气大了就来1盒。畅销福建的惠尔康优冻，它是由仙草古法熬制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把它做成饮品，可以加入纯牛奶或者自己喜欢吃的果干、坚果，做成好吃的烧仙草，吃起来香甜爽滑 ，Q 弹弹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。如何把鸡蛋羹蒸的细腻丝滑无蜂窝状呢？像果冻一样的 Q 弹，教你正确的做法。首先准备一个带有刻度的量杯，它是 PP 材质的，扣上挡板，用来洗米1粒米都不会漏掉，还可以用来购入水果、购入其他的，非常的好用。量杯里打入4个鸡蛋，倒入少许盐，倒入 1.5 杯的温水，按照这比例蒸出来的鸡蛋液又滑又嫩，用打蛋器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再倒入碗里，用量杯把鸡蛋液的泡沫过滤出来，这样蒸出来就没有蜂窝状了。然后把它放入蒸锅里，要扣上一个盘子，也是防止出蜂窝状，盖上盖子，水开中火蒸10分钟，像果冻一样的 QQ 弹弹。用刀把它划成小块，撒一些葱花，倒入1勺生抽、香油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液又滑又嫩，没有蜂窝状。
孩子的成长期，做父母的千万不能错过了。我女儿13岁，已经1.67米了，我会经常炖这道牛排汤给她喝。10块钱的牛排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水开撇去浮沫，焯好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。再准备这包料有太子参、麦冬、黄芪、无花果、蜜枣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，洗干净放入砂锅里。再一次性加满足量的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1个小时，出锅加盐和枸杞调味，这样炖出来汤汁清甜，孩子很爱喝。1周安排1-2次，下次可以炖鸽子、炖猪心。秋冬季节天气干燥，老人和孩子容易嗓子干、嗓子哑、咳嗽痰多。老话说，秋梨膏是个宝，秋冬季不能少。这款北京同仁堂秋梨膏采用的是鲜梨、蜂蜜、枇杷果、玉竹、百合、甘草、茯苓等。它零添加，既可直接吃，也可以泡水喝。家里常备一罐，喉咙不舒服、有咳的大人和孩子都爱喝。这是莆田人坐月子必喝的叶子汤，清爽不油腻，特别的营养。入秋后来一碗，暖心又暖胃。首先准备10块钱的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大火煮开，焯好直接在汤锅里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，然后加入1把葱干、黄花菜、2片姜。倒入一大锅农夫山泉，扣盖水开小火煲40分钟。再准备2块钱的红菇，清洗干净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放入红菇煮2分钟。这种叶子汤少不了这种豆皮，取一把放入锅里。我用的是这款豆皮，它品质非常的好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豆香浓郁，特别的营养。水开煮个3分钟左右，再加盐和鸡精调味，一勺黄酒增香。这样具有莆田特色的叶子汤、红菇豆皮汤就做好啦。汤鲜味美，特别的营养，喝完身体暖乎乎的。福建人喜欢喝的小瓦罐汤，今天分享4种特色的做法，炖出的汤清甜好喝，营养又健康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食材：梅花肉剁成肉末，倒入1勺地瓜粉，少许盐，然后混合在一起剁均匀。准备4个小瓦罐。第一种肉饼鸡蛋汤，瓦罐里放入肉末、鸡蛋、葱干。第二种排骨莲子百合汤。第3种排骨冬瓜干贝汤。第4种碳水豆腐排骨豆腐海蛎干黄花菜。每一个瓦罐放1片姜去腥，有条件的再加3钱水8分满即可。全部盖上盖子，使它营养不流失。再放入蒸锅里，扣盖水开中火蒸40分钟。出锅加盐和鸡精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清淡好喝，营养又养生。1人1瓦罐，你喜欢哪一罐呢？这个福建特产平潭丁香鱼本来是买给儿子吃的，没想到全家人都喜欢吃。它的配料表比我的脸还干净，无任何添加剂。打开盖子就可以吃了，鲜香的口感非常的有嚼劲，真的是越嚼越香，越香越爱吃。可以用它来拌饭拌面当下酒菜。这才是白萝卜最好吃的做法，1周吃5次都不会腻。白萝卜切成丝，倒入1小勺盐，用手抓拌腌制10分钟。猪前腿肉剁成肉末，切好放入碗里。萝卜腌制好，尽量挤干水分，放入碗里。再加入香菇碎、葱花，加入1小勺盐、鸡精、生抽、五香粉，打入1个鸡蛋，外加1碗地瓜粉，用我的小手抓拌成黏黏的状态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头层豆皮了，它是裁剪好的，非常好剥，不易破。把肉馅放进去，像我这样把它卷起来，放入蒸锅里，水开上气蒸10分钟。放凉后切小段，可以直接吃。有条件的可以把它煎至8面金黄。这样福建特色五香卷就做好了，香香脆脆，真的太香太好吃了。福建特色鲍鱼红烧肉，我家孩子隔三差五点名就要吃。我买的是福建南绿岛小鲍鱼干，它纯天然无污染，干鲍鱼比新鲜的更鲜美弹牙。这里的半斤大概是60头，可以红烧也可以煲汤，放冰箱浸泡48个小时。五花肉切成小方块，不用焯水，直接放锅里煸炒出油脂，再把它煎至8面金黄才香。放入老冰糖、姜、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炒出香味。加入泡好的鲍鱼，1勺料酒、老抽、生抽，1小勺盐，再翻炒至上色。倒入适量的开水，没过食材，扣盖小火焖煮58分钟，再把它收至汤汁浓稠就可以出锅啦。真的是色香味美，满屋子的飘香。五花肉肥而不腻，鲍鱼鲜香 Q 弹，汤汁用来拌饭，孩子吃了2碗米饭。
入秋天气干燥，我们福建人就特别喜欢喝这排骨海带头汤来滋润一下，汤鲜味美，特别的营养。海带头是海带最肥厚的部位，抓一小把倒入温水，提前浸泡20分钟，用来煲汤，鲜甜又粉糯。然后准备10块钱的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大火煮开，撇去浮沫，焯好捞起，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。浸泡好的海带头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。再准备一个孩子爱吃的甜玉米，切成小块，放入2片姜片，倒入一大锅浓乎3钱，扣盖水开，小火煲1个小时。出锅加盐和松鲜鲜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清甜好喝，海带头厚厚的很软糯，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喝。没来过福建的一定不能错过这道闽南特色猪脚汤，在家也能做出街边的味道。准备20块钱的猪脚加1只墨鱼，切好的猪脚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。焯好的猪脚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一入炖锅里，再把墨鱼剪小块放入锅里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加这个配料，有白芍、当归、川芎、熟地。这个汤包还可以炖牛排和鸭子，闽南街边的炖罐店都在用它。一次性加满足量开水，扣盖水开，小火煲59分钟。出锅加盐、鸡精、枸杞调味。哇，太香了，这香味完全抵挡不住。以后想吃猪脚汤，自己在家做就好了，味道跟街边的一模一样。把鸭肉放入炖盅里，不加一滴水，出锅就成福建代代相传的特色美食，上周连汤汁都不剩。首先准备自己养的鸭子，再准备这种闽南一汤专用炖盅，它分内外档，内档没有放进去，可以当炖锅用。炖盅里放入西洋参，扣上内档，把鸭肉一块一块的铺进去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加一滴水。撒99粒毛毛盐，换2片姜去腥。盖上盖子，高压锅里放入水和铁架，放入炖盅，用高压锅压30分钟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老一辈传下来的滴露鸭做法，不加水滴出的汤汁都是精华。成长期的孩子和老人要多喝，补充营养。我从小就是这么喝长大的。福建特色蛏子花菜羹，我家隔三差五就要吃，真的是太鲜太好喝了。准备这种长得像头蛙一样的海花菜，它是长在海里的，用来煮汤非常的营养鲜美。然后准备10块钱的蛏子，水开倒入焯水，把它煮至开口捞起，再取下蛏子肉放碗里备用。倒入少许盐、生抽、1勺地瓜粉，用筷子晃拌均匀。油热放入葱姜煸炒出香味，倒入西红柿炒出汁水，倒入1瓢清水，放入浸泡好的海花菜、海鲜菇、胡萝卜丁，再把蛏子肉挖下去，调味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最后倒入水淀粉勾芡，家里有条件的撒一些葱花和香菜。这道汤真的是太鲜太好喝了，花菜的鲜加上蛏子的鲜，真的鲜的掉眉毛。许多人新锅买回来就直接炒菜，真的是受不了。今天教你开锅的正确方法，首先新锅买回来倒入洗洁精，2面都把它清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这层工业油，再用毛巾擦干水分，然后把锅放在火上烧，边烧边转动，使它每一个部位受热均匀，烧成这种深蓝色即可。然后倒入1勺食用油，开小火慢慢加热，把整个锅的每一寸几乎都滋润一下，再把沾油倒出来，然后准备一块猪肥肉，再用猪肥肉涂抹锅的前身，开小火涂抹2到3分钟，把它的猪油熬出来，这一步能很好的去除铁锈味，然后用温水把它清洗干净。这一步不要用洗洁精，再用纸擦干水分，然后把锅加热一下，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把它涂抹全身，换1个晚上，这样一火锅就开好了。用铁锅炒菜就是香，这款不脏无涂层，而且价格很实惠。这是我家孩子3天2头点名要吃的鲍鱼红烧排骨，鲜美 Q 弹有嚼劲，一次3碗米饭不够瘾。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囤盐，我没囤，我囤的是这种南绿岛小鲍鱼干。我觉得换冰箱只要不花霉，能吃几年不坏。它的品质非常的好，鲜美爽口弹牙。然后准备10块钱的排骨，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排骨煎，煎至一面金黄后换一面煎，把它煎至2面金黄才香。然后倒入这些香料：1勺料酒、老抽、生抽、1小勺盐，小火把排骨炒至上色，倒入浸泡好的鲍鱼翻炒均匀，再倒入适量的开水没过食材，扣盖水开小火煲58分钟。哇，太香了，全村人都能闻到香味。
色香味美，排骨软糯，爆雨爽口弹牙。孩子特喜欢用它来拌饭，一次3碗不够瘾。我女儿13岁，已经1.67米了，很多亲戚问我给她吃了什么，我会隔三差五的炖这道猪心汤给她喝。20块钱的猪心从中间切开，瘦肉切花刀，然后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焯好清洗干净，一入炖盅里。猪心整个炖会更鲜嫩，外加太子参、麦冬、黄芪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都是补脾补气的好材料。洗干净放入炖盅里，再加满清水，盖上盖子，营养不流失。放入高压锅里，水开上气压25分钟，出锅加盐和枸杞调味。这样炖出来的汤很清甜，孩子爱喝。家里有小朋友的要多炖一炖，好处多多。1周1次，下次可以炖排骨、炖鸽子。经用胃酸、胃痛、别胃迷惑药。这道福建特色茶油蒸鸡蛋要经常炖一炖，暖心又暖胃。首先准备4个土鸡蛋，打入碗中，倒入1勺茶籽油。再准备这种永川老品牌羊皮伞，黄色的是小孩吃的，红色的是大人吃的。这些都是拥皮拥胃的好材料，有一股朱古力的香味。取2包，倒入1.5杯的温水里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羊皮伞非常的拥胃，经用胃酸、胃痛、胃胀，可以炖猪肚、炖排骨或者直接泡水喝。搅拌均匀，倒入炖盅里，盖上盖子，使它营养不流失。放入蒸锅里，水开中火蒸15分钟。这样福建特色茶油蒸鸡蛋就做好了。撒一些葱花，倒入1勺生抽。鸡蛋滑嫩又香又好吃，暖心又暖胃，家里有胃不好的朋友收藏了。以前我儿子挑食不好好吃饭，我会经常炖这道腱子瘦肉汤给他喝，现在吃嘛嘛都香。首先准备1块腱子肉，切花刀，然后一入炖盅里。再准备这包料有芡实、茯苓、淮山、莲子、蜜枣，比例都是搭配好的，清洗干净，一入炖盅里。一次性加满纯净水，盖上盖子，再放入高压锅里，水开上气压25分钟。出锅加盐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清甜清甜的，孩子很爱喝。1周安排1、2次，下次可以炖猪心、炖鸽子。在我们福建呀，一到秋天就特别喜欢喝这道青菜豆皮汤，好喝健康，特别的营养。首先大碗中打入2个母鸡蛋，筷子打散，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倒入鸡蛋液煎，然后用筷子炒熟，倒入1大碗开水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油豆皮了，它不加任何添加剂，好吃健康，特别的营养，口感筋道爽口。取几张放入锅里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煮个1分钟左右。倒入2块钱的红菇更营养，再煮个2分钟。再放一把青菜，3颗枸杞，调味加生抽、盐，松鲜鲜。把青菜煮至断生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汤鲜味美的青菜红菇豆皮汤就做好啦，营养美味，筋道爽口。如果你经常腰酸背痛、腿脚没力的，这道猪脚汤要说好了。10块钱的猪脚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、料酒去腥，焯好在盐汤中洗去血沫，一入砂锅里，外加牛大力、杜仲、桂圆肉、黑豆、枸杞，这些都是不腥不油的好材料。再加2片姜、20粒胡椒，加1勺黄酒更温补，一次性加满开水，扣盖水开中小火炖48分钟。出锅加枸杞、盐、鸡精调味。1周安排1、2次，男女都能喝。男人白天工作劳累，晚上还要交作业的，这个猪脚汤记得都安排哦。